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国防部最新的预算中关于空中力量发展的计划。通常美国国防部会在每年的年初提出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的申请，但是今年呢，年初正好赶上了美国大选的闹剧，赶上了拜登的民主党和特朗普的共和党的利益集团的斗争，再加上中国军力迅速崛起带给美军战略界的思潮混乱，所以今年呢，美军2022年度的国防预算申请足足晚出台了4到5个月，一直到5月28号才提交到国会。美国媒体驱动网站对这份报告的空中力量部分做了详细的解读，包含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空中装备采购的计划。美国2022年度的国防开支计划是7150亿美元，比上一财年呢高出110亿，增加了仅仅 1.6%。 考虑到今年第一季度美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 4%， 媒体普遍预测本财年剩下的日子里面，美国通货膨胀率可能还会更高。所以美国2022年度的国防开支的含金量实际上是缩水的。因此呢，美国国防部的计划里面包含了普遍的缩减开支的项目，尤其是美军的空中力量，为了购买新飞机而削减旧飞机，这样才能够省下钱投资到重点装备的研发上面。美国空军、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要求提供资金，总共购买85架 F-35的3种不同型号，这个比本财年的购买的数量呢是少了11架。美国海军在这个预算提案中没有要求购买任何型号的 F-18 超级大黄蜂这个舰载战斗机，但是提出了要求加速老型号的大黄蜂战斗机的退役，要购买空军的2手的 F-16 战斗机，替换一些目前充当假想敌的战机。因为海军它的重点将转移到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NGAD 的研发计划上了。美国空军希望获得资金，再购买12架 F-15EX 鹰2战斗机。最关键的，他想要15亿美元来支持空军版的 NGAD 的研发，这是独立于海军的预算。同时还要为 B-21 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的这个项目提供 28.73 亿美元，这些都是大项开支啊。另外，美国空军还要求为空中加油机的换代，要增购战场搜救直升机、特种作战运输机，还有新的战场机载通信节点飞机等等，提供采购资金。这个预算案的内容表明2点启示。第一，随着美国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妙，滥发货币刺激经济的恶果正在浮现。在国防领域美国已经无法再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了，这就导致原本财大气粗的美军过紧日子了，被迫裁减一些战机。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，美军并没有放松对重点项目，比如说下一代战斗机 NGAD 和下一代的轰炸机 B-21 这2个项目的投资。中国也必须加强国防建设，准备应对美国的挑战。第二，美国国内军火利益集团的争斗仍然在继续，这个国防预算案一定会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。比如说，有些人一定会跳出来反对 A-10攻击机退役，因为它是波音公司的产品了。另外一些人呢，可能会反对减少 F-35的采购，因为它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产品。这些争斗背后是各大军火公司赤裸裸的利益之争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中国有巨大的体制优势，会统筹研发资源的使用，会充分发挥军民融合的优势，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。美军的这份预算里面申请最终能批多少，这是个未知数。对我们中国来说，重点是要看清美国想继续雄霸天下的这个野心，以及他们为实现目的而勾画出来的技术路线图和行动流程图，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同时按照我们的节奏统筹好军事作战准备与祖国统一之战的步伐，统筹好我们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配备与作战能力的培养提升的节奏。只要我们稳扎稳打，保持稳定的发展，任何人对我们都无可奈何，我们也一定能够在未来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儿。